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名媛室友在别墅开生日派对，故意没邀请我。他和男神打赌，我会不请自来，只因我和他穿同款大衣，背同款包包。他笃定我是死装学人精，可殊不知，他开派对的那幢别墅，就是我名下的其中一处房产。我恰好回家取东西，名媛室友见了我，对我冷嘲热讽刺。我本想不理会他，直接离开，可接下来一群人在聚会上各种羞辱我，最后我差点被侵犯，情急逃走的路上出了车祸。重来一世，在室友开派对那天，我拿出了豪车钥匙，穿上100万高定，一通电话打给了我爸的保镖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一哥，帮我调查一下萧何的底细。对，就是我们学院那个校花名媛萧何。听到一哥肯定的答复后，我才长舒了一口气，挂断电话。紧接着，我从抽屉里翻出了许久没拿出来过的车钥匙。那辆劳斯莱斯自从我爸送给我后，我就没开过一次。但是显然我不炫富，有些人似乎已经把我当成了要饭的。想到儿，我不禁攥紧了拳头。很快，康毅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份文件，我点进去，眸光一暗。萧何这个人说简单也挺简单的，毕竟他的前20年用2页 A4 文档就写清楚了。18岁以前，穷是真的；18岁以后，哪都是假的。收起手机，我不免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衣着光鲜去参加萧何的生日聚会，还要顺便打假。毕竟所谓的名媛人设以及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萧何参加了2年名媛培训班一手捏造出来的。萧何的朋友圈里明晃晃挂着那条内涵我的动态。某些人真是阴沟里的老鼠，整天盯着别人穿什么做什么，关键你也学不像啊。我眯起眼睛，瞬间什么都想起来了。萧何讨厌我，原因正是我的大衣和包包，以及一些首饰化妆品，都巧合的和萧何一模一样。我承认，我买的那些的确都是假货。PDD 100亿补贴不香吗？我爸妈赚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我也承认，我作为丧事企业的千金，活得有些过于潦草，但那都是因为我实在太富有了，钱多到根本懒得花，花也花不完。可没想到，萧何以及他在学校里的舔狗，就把我当成了没钱死装的学人精，以至于2年以来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背后议论嘲讽我。更是在上一世，我回到自家别墅取东西时，间接害死了我。想来，也许我上辈子捐了那么多钱给基金会，给自己积了一些德，我才会有机会重生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发动了车子，直奔郊区的别墅。后视镜里倒映着我精致的妆容和压迫感的气场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声和前世一样，在同一时间响起。我垂眸，看到是 Crush 打来的。没记错的话，他是在萧何的撺掇下，故意来试探我的。接通后，他语气温柔，问我现在在哪里。但这次我没给他好脸色，我张开红唇，滚！上一世，宋锦天和萧何打赌，打赌的内容是我会不会出现在生日派对上。至于赌注，要是我不出现，宋锦天就赢了，萧何就答应做他的女朋友。那要是我出现了，宋锦天就要请所有人吃饭，所以他才会破天荒主动给我打电话。毕竟他的心上人是校花名媛，他怎么可能错过这次机会呢？当时接到他的电话，我心里还挺开心，如实回答他。我在回家拿东西的路上，谁知当我赶到自家别墅时，
就撞见一群男男女女在群魔乱舞，其中还包括宋锦天。宋锦天见到我，脸色立马黑下来，而萧何则拍手大笑：“看到没，我赢了！锦天，今天你要破费了哦！”宋锦天直接朝我走过来，劈头责问我：“谁让你来的？你不知道这是萧何的生日聚会吗？”我一脸震惊：“不知道啊，他也没告诉我呀。”下一秒，宋锦天重重推了我一把：“那你滚啊！你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里？”当时我就疼得差点流眼泪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时，萧何就扭着腰走过来，拉住宋锦天，看起来他很享受男人为了他动怒的样子。你不知道，有些人就这样喜欢死装，他来都来了，不如带他一起玩吧。我虽然喜欢宋锦天，可我也不是恋爱脑。我瞬间下头，起身拿手机给我爸打电话。前段时间最近这处别墅被租出去了，这里我也不常住，所以没关注租户是谁。如果是萧何租的，我大可以理解，但如果不是，那我有资格把他们赶出去。然而我还没打开通讯录，萧何一把抢走了我的手机。桑荣，你又想拍照炫耀是不是？但今天是我的主场，大家都要把手机收起来，陪我玩到尽兴。你连礼物都没带，我没把你赶出去已经不错了。我满头问号，谁要陪你玩？我是来取东西的，这是我家。结果人们哄堂大笑，纷纷指着我议论，没见过这种厚脸皮的，还取东西，我看是偷东西吧。这里明明是萧何家，这死学人精连别人的家都要偷。一时间我百口莫辩，就连宋锦天都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我想抢回手机，可他们就像传花球一样，把我的手机轮流丢着玩，还没回到我手上，手机就被摔在地上，一地碎片。我也后知后觉，萧何想整我，但我再反应过来，已经晚了。握着方向盘的手已经汗湿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我家的别墅以及里面隐约攒动的身影。除了萧何和宋锦天，还有我们学校的10几名校友，传我手机的，灌我喝酒的，试图侵犯我的，今天一个都逃不掉。下车之前，我已经问清了我爸，别墅确实是租了出去，可租户并不是萧何，而是一个开培训班的中年女人。我加上女人的微信，看到她朋友圈里清一水的名媛风写真。通过好友后，对面发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想成为名媛吗？”我立刻明白，这女人开的是名媛培训班，而萧何就是她的得意学员之一。萧何朋友圈发的照片很多就是在我家取景的，怪不得我总觉得眼熟。我一一截图保留。做完这些后，我才深呼一口气，从车上下来，推开别墅门的那一刻，我又听见了萧何那刻薄而尖利的声音：“你们说，桑荣这只老鼠今天会不会来呀？真希望他能来，我还给他准备了惊喜呢。”我勾起唇角，他说的惊喜，不会就是把我灌醉之后，拍我的裸照发到网上吧？不，这不够惊喜，因为我给他带了更惊喜的礼物，今天我就送给他。萧何，时间到了，我看桑荣是不会来了，你就做我女朋友吧。很快，里面响起一阵暧昧的气哄声，眼看着宋锦天就要迟到了，我一把推开别墅门，10几道目光齐刷刷投过来，其中反应最大的莫过于宋锦天。萧何则一副从容的表情，在沙发中间摇晃红酒杯，依稀可见撒上了酒渍和零食。天杀的，那是我亲自选的真皮沙发，从国外运来的，我悄悄记在心里。不过看向宋锦天时，我捕捉到他目光里多了一丝上一世没有的情绪，像是惊艳。而萧何
在看清来人是我后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哦，差点忘了说，我今天穿的是时装周上最出圈的那套高定，圈里都在传，这套衣服是被某位名媛千金连夜买走的，价值1000万。一阵沉默之后，萧何咬着牙：“桑荣，你疯了吧？哦，还忘了说，此刻萧何身上就穿着一件 PDD 盗版。”他怒气冲冲朝我走过来：“你蹬鼻子上脸是吗？今天是我生日，你居然还学我穿一样的！”话音刚落，客厅里的氛围便松弛下来。这些狗腿子又和上一世一样，开始言语侮辱我。真死老鼠！这次装逼装到正主面前了，看他怎么收场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桑荣这么不要脸的。人家萧何的生日，他一个穷逼在这又唱又跳的，这些说实话我都听够了，没什么杀伤力。不过这委屈我不能白受。我抱起胳膊上前一步，开口就是优美的中国话：“看不起老鼠是吧？你去阴沟里照照镜子，阴沟都会吓一跳。说的就是你，死秃头！还有你，对，别看别人，我说的就是你。我也见过不要脸的，但是我没见过和你一样出门把腚和脸装反的。”最后我知道这是萧何的生日，我又唱又跳，是因为我学了湘西赶尸。尸体说谁？尸体说你们，谁懂？我这一通操作下来，那几个人脸都气绿了，指着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至于萧何，他愣在了原地，但我也没放过他。我指着他身上的假高定，眨着眼睛一字一句：“有没有可能你穿的和我穿的不一样呢？我穿的可是真的，你穿的是什么呀？”谁能想到萧何这小东西还会龇牙？他看起来很生气，浑身颤抖，大概也害怕他的真实身份被揭穿，所以主动出击，朝我泼脏水。“桑荣，你是故意来破坏我生日聚会的吧？”哦，你怎么知道？萧何咬了咬嘴唇：“你平时学我也就罢了，我心胸宽广，懒得理你。我不请你来生日聚会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就因为这个，你还故意穿着假高定来压我一头。”说着，他就要伸手动手动脚，而他身后，宋锦天后知后觉地走了过来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随后皱着眉说：“桑荣，你这样做合适吗？我以为你不会不请自来，没想到你不仅来了，还把萧何的生日会搞砸。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就因为你喜欢我。”当宋锦天迟疑着说完这句话时，我胃里一阵翻涌。哦，他还真是自恋啊！我也真是眼瞎呀，怎么能看上这个货？好在因为我不一般的出场，开局也变得不太一样，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了我和萧何的衣服上。听了宋锦天的话，人们纷纷大笑。那几个舔狗抓到了我得弱点，也愈发卖力。难怪打扮得像花孔雀一样，原来是想抢校草啊！也不看看自己什么逼样，敢来砸萧千金的场子。就是时装周都放出消息了，衣服就是我们学校的千金买走的，不是萧何还能是谁？有了狗腿子的维护，萧何立刻挺起了摇杆。他似乎吃定了我就是个破防的穷鬼，趾高气扬地说：“同学一场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当着大家的面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就放你走，不然你就得在这里服务我们，给我赔罪。我请问呢，这两个选择，哪一个是好人可以想出来呢 ？L or B？” 我果断选我。我说：“我选择报警。家人们，有人非法进入我家，还在我家搞破坏，我报警没毛病吧？”可不知怎么，萧何破防了。你报警，你来惹事，我没追究你，你还报上警了。说着，他就要来抢我手机。可这回我是有备而来的呀。但我说的报警不是那个意思，
毕竟现在萧何的身份还是所谓的名媛。我后退2步，解释道：“等一下，你应该是误会了。”萧何停下，挑眉看着我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我环顾四周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套高定的设计师很有法律意识，他不允许任何人抄袭和复刻他的设计，更加不想看见有人穿假货，所以假高定的下场只能是被告上法庭。”说完，我定定看着萧何：“既然你说我身上的高定是假的，那报警不就行了？或者我来。”萧何肉眼可见的慌了，因为他清楚他自己身上的那件就是假货，甚至连高仿都算不上。可别忘了，他的狗腿子以及舔狗宋锦天是看不得他受委屈的呀。宋锦天看向我，语气不悦：“够了，桑荣，你想自取其辱吗？”萧何，我们不惯着他，报警。就是啊，萧何，你的生日怎么能被这种人给破坏呢？太晦气了！我就这么抱着胳膊，悠哉悠哉，等着萧何做决定。只见他恨恨地看着我，下一秒转而对宋锦天变脸：“锦天，算了吧，闹成这样也不太好看，我自有办法。”说完，两人相视一笑。我知道他们又想像上一世那样坑我。第一步就是把我推下泳池，见我态度强硬，接下来萧何假意让我参与生日聚会，还冠冕堂皇地说我不是那种把人逼到绝路的人，既然桑荣来了，一起玩也可以，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欺负他哦。狗腿子们一口一个萧何人美，萧何心善，可他们要是知道18岁之前的萧何曾经偷走了他爸的救命钱去整容，害他爸去世，又在街头推倒他妈妈和奶奶，六亲不认的过去，还会这样说吗？而且一个真皮沙发也就值20万。上一世萧何还打了我家的古董花瓶，开了我爸珍藏的名酒，杂七杂八加起来怎么也得180万吧。不过这还不是他最应得的下场，因为他带来了迷药，目的就是在生日聚会上把我当成任人凌辱的玩物。单单是购买违禁药品，他已经触犯法律了，所以现在并不是报警的最好时机。此刻萧何已经带着人们来到了泳池边，他也不知是哪里来的钱，弄来很多值钱的酒，搞得我家乌烟瘴气，和酒吧差不多。看起来他还不满足，皱着眉对宋锦天说：“锦天，这泳池摆在这里太浪费了，对吧？”莫名的，宋锦天瞄了我一眼，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好像缺点什么。”我正悄悄拿着备用手机提灯定损，萧何忽然叫了我一声：“喂，桑荣，你过来一下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神，就知道他没憋好屁，更是知道他会在我过去的那一刻把我推进泳池。他的确坏，但也更是蠢，只想着看我出丑，供人们取笑。有一点他肯定想不到，这不，我假装没意识到危险，走了过去。在萧何的脚伸过来时，我一个先发制人坐在地上，然后顺手把萧何给推进了泳池。萧何呛了水，狼狈地呼救。我在岸上一脸无辜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“哎呀，萧何，你的高定衣服怎么掉色了呀？”“可真正的高定怎么会掉色呢？这身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染色，设计师用了彩绘的方式给衣服上色，为了防水，又采用了昂贵的防水材料。但假货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？”只见萧何在水中泡了一会儿后，满池的水变得五彩缤纷，包括萧何的脸色也是五光十色呢。这群校友也是萧何精挑细选的富家子弟，其中更是有懂点时尚的。有个嘲讽过我的女生站出来，一脸微妙地说：“萧何，你的衣服怎么会掉色呀？”
萧何什么都说不出来，而下一秒，我故意把衣服的一角落进游泳池。哎呀，我衣服进水了，但是我站起来的那一刻，衣服一瞬间就变回干燥，上面的彩绘也没有任何掉色的痕迹。有人惊讶地捂住嘴，我去，桑荣穿的别是真货吧？小东西，真让你给说对了，姐第一次穿真货，刷卡时心疼的都在滴血啊！这些钱够建一个基金会了。我努力压抑住自己心痛的表情，扬起笑容。哎呀，被你们发现了！萧何从水里爬了出来，气急败坏地把高定脱掉。我仔细看了看，确定迷药不在他身上，算算时间以及萧何现在的怒气值，他该给我灌酒了。上一世就是在灌完酒之后，他把迷药混了进去，喂进我嘴里，但我吃了一半，吐了一半。药效发作时，我还保留着一部分清醒，记得是谁要侵犯我，也记得是谁给我拍的裸露照片，所以很有可能这次作案不只是萧何一个人的注意，或者说他胆子没有那么大，无非就是他巴结的某个公子哥对我心生歹念。排除宋锦天的话，就剩下那个刚才骂我最起劲的富二代高超，他也是那个对我实施侵犯的禽兽。抱着这样的猜想，我给保镖一哥发了条信息，让他帮我查高超最近的行程。只是在抬起头时，我对上的就是萧何愤恨的目光。桑荣，你找死吧！故意把我推进水里。宋锦天当然也是站在他那边。萧何让你一起玩已经都仁义了，你怎么对他做这种事？但我还是察觉到他说话的语气明显没那么坚定了，他的目光也时不时落在我的高定上。我一眼就看出宋锦天不是真心喜欢萧何，他喜欢的只是名媛身份。总之，萧何一副要和我干架的派头，向我走来，但我打了个响指，一挥手，8块腹肌的康义就从帘子后走了出来。他像个双开门冰箱一样往我面前一站。小姐，有什么吩咐？我抬眸，目光飘向萧何。一哥，好像有人要打我呢，你管不管啊？20分钟前，康义就已经进来了，只是他一直守在暗处，看顾我的安全。康义和我对视一眼，从他胸有成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他已经查到了高超买迷药的证据，而接下来我就可以彻底不用装了。康义的出现很起作用，直接唬住了萧何。只见萧何弱弱地放下手，警惕地对康义说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私自到我家来？救命！”萧何说这话，他自己不想笑吗？可下一秒，他真就猴子撑起霸王，大声道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带着桑荣这个贱货滚出我家，不然我就……”眼看着康义的肌肉已经开始充血了，我讪笑一声，走上前去。一哥，先动手要吃亏的。不过萧何，我直勾勾盯着他说：“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里不是你家，是我家，而真正的贱货不是我，而是你呀？”我朝他伸出手的那瞬间，一串别墅钥匙明晃晃落下来。萧何的瞳孔剧烈颤动。你胡说！他似乎正努力调整自己的表情，转而精神分裂一般，指着我哈哈大笑。你们听，桑荣说的话好不好笑啊？他居然说这里是他家，包括宋锦天在内的那些富家子也看着我窃窃私语。他们讨论的内容，我用脚趾都能想到。我懒得给他们眼神，收回方才的玩味，神情严肃。我没时间给你们讲笑话，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们，你们不是这里的租客，也不是我家的客人，已经构成非法入侵民宅。你们所毁坏的家具和财物价值加起来，也够你们把牢饭吃饱了。说着，康义拿起手机，
咔嚓一声拍下了那几个神色各异的人。于是短短2分钟，萧何的狗腿子们就不狗叫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呀？他在学校里不是穷鬼吗？这里不是萧何的家吗？萧何，你说句话呀！好好好，提到犯法和坐牢，这些浪荡子也是真的害怕了。可上一世，他们把我往死了欺负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些后果呢？无非是因为他们认定了我是没有靠山的弱者。我冷眼环顾着这些人，示意康义拿出今早给我发来的文件。萧何的伪装，我得亲手来撕破。然而忽然间，宋景天发癫般地拍起了手，他缓缓看向康义，竟然笑着说：“别装了，卖猪肉的，以为我不知道是吧？你就是桑荣请来陪他演戏装逼的，大家别信他。这个男人在我家楼下卖了10年猪肉，怎么可能是大户人家的保镖？”我抽动嘴角，抬头看向康义：“不是哥，你还有这副业呢？”康义则冲我无辜地摊开手，但这反转来得太快，萧何抓住机会，立马反咬我一口。我就知道，桑荣，你这个人也太没底线了吧！为了压我一头，编出这种谎话来吓唬大家，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而宋景天那个傻叉大抵笃定了萧何是真名媛，头头是道地说：“我看他就是嫉妒萧何到发疯了。这种底层女我见过不少，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。家人们，这没得喷，这是真蠢猪。更蠢的是，宋景天接下来的行为，他一个细狗，竟然尝试压过康义的威风，跳起来威胁道：“死卖猪肉的，你赶紧带着这疯女人滚出萧何的家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康义看了看我：“小姐，你看见了吗？他要跳起来打我膝盖。你……”宋景天看起来有些红温了，又口不择言道：“好，你不滚是吧？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毁了你的生意，让你家的猪肉都烂在家里。不是，这真不能忍啊！”我对康义说：“义哥，你弟弟进的猪肉最新鲜了，我不能没有这么新鲜的猪肉啊！”忘了说，康义有个双胞胎弟弟，是个屠夫，每年我家消耗的猪肉都是从那里采买的。宋景天这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了，提及家人，哪有不疯的？只见康义步步朝宋景天逼近，细狗的力量远远不如肌肉男，一步步倒退，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“你想干嘛？”康义摩拳擦掌，但始终没有动手。我知道他有分寸，便放心他去。“你要毁掉我弟弟的猪肉店是吗？”宋景天一问：“你弟弟是谁呀？”“我弟弟就是你口中那个臭卖猪肉的呀，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没见过吗？还是说宋少爷的字典里没有双胞胎3个字啊？”为了让他信服，康义打开了他的手机，屏保上正是一家4口的合照。懂了，他全都懂了。宋景天哆嗦着身体，却依然嘴硬：“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双胞胎？但你和桑荣那个贱人也是寻衅滋事，你们给我等着！”看起来宋少爷又在小发雷霆了。不过我似乎还要感谢他，吸引走了人们的注意力，因为我不经意间一侧头，看见客厅里高超正弯着腰，在酒杯里倒进什么东西，还能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自然地转过头来，把手机摄像头翻转，露出一部分对着客厅里。原来高超把迷药藏在了茶几下面，他迅速下完药，就偷偷溜了回来，和萧何说了句悄悄话。萧何则眯起眼睛，弯起嘴角，我觉得有些不妙。而康义已经解决了宋景天这个怂包，按我们的计划，下一步就要揭穿萧何，让警方封锁现场，清点损失，以及举报萧何、高超等人购买违禁药物。但我忽略了一点，
那个高超的父亲有点权势，上一世他之所以能不顾后果侵犯我，也是因为这一点。那么这次呢？就算康义在场，他能甘心浪费那包大费周折买来的迷药吗？他不会，所以才趁机把迷药下在了酒杯里。我定了定神，暗示康义直接报警。而现在轮到萧何了，我熟门熟路走到柜子前，拿出了投影仪的遥控器，按下按钮，唰的一声，投影仪展开在客厅墙壁上。萧何视线一致，犹疑地看向我：“桑荣，你又要耍什么花招？”我莞尔一笑，看到蓝牙自动连接上投影仪。别急，这就知道了。10几个校友富家子纷纷地聚过来，显然他们现在也分不清这间别墅到底是谁的。那么我就让他们看个清楚。投影仪打开，第一页赫然显示着一张年代感照片，照片里是温馨的一家3口，从衣着打扮不难看出，这一家人就是普通家庭。而中间那个小女孩，我想萧何再熟悉不过了。萧何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充满凉意，下一秒他冲过来想夺走我的手机。桑荣，我受够你了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用力抵住他的力量。我想做什么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还是说，你已经忘记自己过去做的那些坏事了？萧何比我想象的要强大一点，他没有立即破防，还是端着名媛的架子。我的过去就是在家里做小公主，一直到现在也一样。我差点爆笑。小公主？那你要不要告诉大家，这个可怜的女人是谁？投影仪切换下一页，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，在街头给一个女孩下跪。这一幕是萧何成年之后离家出走，拿家里的钱去整容，结果几个月后被他家人找到的画面。如果刚才那张照片太模糊，可这张足以看清那个女孩就是现在的萧何，就连宋锦天都看出来了。萧何，这真的是你吗？萧何紧咬着嘴唇，双眼猩红，随后他自欺欺人地否认了一切。不，那不是我。桑荣，你处心积虑做这些，原来就是想证明我和你一样是个穷鬼呀！我实在不理解他的脑回路。我说，我是想证明你是穷鬼没错，可我不是穷鬼呀。为了向他证明，我掏出了自己的劳斯莱斯车钥匙，并且按响了警铃。诺，我和你真的不一样，我的高定是真的，别墅是真的，车也是真的，可你除了性别，还有哪里是真的？这下萧何终于破防了，他尖叫一声，一脚踢向投影仪，但是抱歉，他踢到的是墙。我无奈一笑，笨蛋，看来你的脑子也是假的。事已至此，那些狗腿子在舔萧何就不太礼貌了。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想收拾东西溜之大吉。可康义怎么会给他们机会呢？此外，还有宋锦天这个傻叉，围着萧何不停追问：这个女孩真是你吗？萧何，那个女人是谁呀？这里不会真的是桑荣家吧？他不就是个穷屌丝吗？难道你……可是萧何怎么能接受自己的人设就此崩塌呢？他擦了一把眼睛，拉住宋锦天的手：锦天，相信我，这都是误会，那些图片都是桑荣伪造的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发出了惊呼：你们看桑荣的朋友圈，他好像发过一个在别墅里拍的朋友圈。哎，我看看，好像真的有。桑荣，你不会真的是千金小姐吧？我不置可否，但萧何替我否认了。你们居然还相信他？他一把抢过那人的手机，将图片放大，然后冷笑道：所有在别墅里拍照的难道都是千金小姐吗？桑荣她就是个保姆。不会吧？但说起来，她平时都很朴素，
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吧。我真是笑到了，索性抱起胳膊，不错，你们继续分析。萧何便给我甩了个脸子，分析是吧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桑荣每周都会骑着电动车出去？说完，他莫名扫了一眼高超，高超低头一笑，然后站了出来。是的，我家里也有好几处别墅。实际上，桑荣每周都会去别墅区当保洁员，也就是俗称的保姆。话音刚落，全场哗然。高超则抬眼看向我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里的备用钥匙，还知道投影仪在哪里。他今天的所作所为，都是想让萧何难堪，顺便假冒名媛千金。这种人，我们该怎么惩罚他呢？我听了高超的话，只有一种感触：人怎么可以头铁到这种地步？高超是富二代没错，他仗着自己有背景，能调查出我的行踪也没错。错就错在我日常过于潦草，让所有人都难以相信我是千金小姐。但我不道歉，有眼无珠的人不是我，见人下菜碟的也不是我。何况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目前我只需要保护好我自己。可看起来萧何不给我机会，他疯狂地点头，一起附和高超。就是桑荣才是那个假名媛。现在别墅里的蠢货们又开始两边倒了。桑荣，你还在装什么呀？别等着我们曝光你了，自己退学找个班上吧。嘲笑声不绝于耳，始作俑者高超更是露出油腻的笑容。随后他朝我走来，但我看见他手里正拿着那杯下了药的酒。桑荣，我很欣赏你向上爬的手段，这样吧，你今天陪小爷喝一杯，我就答应让你继续在学校里上学。说完，他把酒杯递向我，可他眼里的邪恶已经快要出来了，而那些人还在帮着一起起哄。康义见状，立即过来帮我。我只庆幸，幸好我在来之前叫了康义，也更加庆幸康义早就把高超的迷药调包了。康义把酒杯夺过来，一饮而尽。高超看了他的操作，震惊地长大了嘴。谁让你喝的？康义抹了把嘴角，我渴了不行吗？高超满脸的气急败坏，你他娘的又不是女人哦，你的酒只有女人能喝。下一秒，高超不由分说就要动手，但他可能打得过康义吗？此时监控已经录下了高超先对康义动手的画面，所以我晃晃手指，义哥，现在咱不吃亏了。康义心神领会，灵针起手，对着高超的脸就是一拳。高超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，就倒在了地上。萧何花容失色，你们居然敢打我朋友！我开口，打的就是这禽兽，并且萧何，我不仅要打人，还要打假。别以为你今天侥幸逃过了，要么你上网看看呢，你的真面目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。别挣扎了。警笛声响起的时候，萧何脸色变得煞白，他不可置信地打开手机，映入眼帘的第一条推送就是名媛培训班背后的秘密。是的，就在半个小时前，爆料萧何真实身份的定时动态已经全网发布了。我还贴心地按了校方官博以及表白墙，不出差错的话，在场的狗腿子们也知道了，不然他们怎么会跑过来向我求饶呢？桑千金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你，你就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不要报警啊，不然我爸妈知道了要打死我的。我冷眼看着这群墙头草，只觉得作呕。警车已经到了，现场迅速被封锁，他们连男带女15人，没一个能逃得出去，包括宋锦天。他低下了高傲的头颅，试图向我服软。桑荣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呢？我瞄了他一眼，滚，麻利的滚。萧何被带走的时候，面如土色，
至于高超，我提供的证据很齐全，他涉嫌购买违禁药品，并且还实施了下药行为，性侵未遂，数罪并罚。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得在牢里待上几个月。其他人则平均分摊了我家财物的损失，不过没人敢抱怨我，他们纷纷在网上辱骂萧何，以表达自己的屈辱。萧何的真实面目彻底败露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他就是个包装出来的假名媛。更有人挖出他和高超保持着不正当关系，之前还合作在各种聚会上迷晕并性侵无辜女生。最后，萧何也戴上了冰冷的手铐。这件事之后，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名媛千金，越有什么，越不会在意什么。反之，就像萧何那样，假名媛无处不在，而真善美才是王道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